和周池颂隐婚的第3年，我摔下颁奖台旧伤复发，急需手术。他作为我唯一的家属，却为了给小青梅庆生，从始至终都没有出现。后来狗仔爆出我的腰伤是多年前为了救周池颂落下的病根，网友们纷纷嘲笑我心怀不轨，自作自受。我看着眼前姗姗来迟的周池颂，平静地将离婚协议推到他面前。他蹙眉问：江怡，你不是最爱我了吗？我目光淡淡垂下，轻声道：都是过去的事了。病人家属在哪里？要手术了怎么还没到？还是没有护士拿着手术同意书进来前，我的经纪人软软刚面带忧色地通知我联系上周池颂。周池颂作为唯一能够代表我家属在手术同意书上签字的人，从我摔下颁奖台至今一直都没有出现。我忍着剧痛，咬着牙，伸手我自己签。麻醉生效前，我看着头顶刺眼的手术灯，突然就哭了。护士以为我在害怕，握着我的手安慰我没事。我不怕的，我只是绝望。绝望我唯一的家属，我隐婚3年的丈夫，周氏集团新上任的总裁周池颂。在我每次需要他的时候，他都从未在我身边。节日、生日、纪念日，我的第1场演唱会，以及此刻我旧伤复发，急需家属签字做手术，他统统不在。术后第2天，我终于从麻醉中醒来，我浑身上下都被支架固定得严严实实，连胳膊动弹都成了奢望。软软告诉我，我摔得不轻，加上旧伤复发，要好好养一段日子了。只是软软欲言又止，似是在努力组织语言。姐，有人翻出了当年你救周总受伤的事情，大家都在骂你活该。我手术的后半夜，有人在网上爆料了我的旧伤是多年前为了救周池颂落下的病根，监控视频清清楚楚地拍到了火场里吊灯掉下来的瞬间，我死死挡在了周池颂身上，而后和周池颂一起被紧急送医的画面。不少人都觉得我为了巴结周家，给自己进圈铺路，白白浪费了这么好的舞蹈天赋，真是令人唏嘘。也有人认为那个视频是我自己爆出来，想要趁机炒作，毕竟我和周氏的10年合约就要到期了。而另一条同样爆了的热搜是周氏总裁在剧组为当红流量小花许念庆生，点进去看，是一群人围着许念唱生日歌的照片，周池颂赫然站在他的左侧，看着他的目光温柔缱绻。所以我出事到现在，周池颂没有出现，是因为这个。网友们将2件事连在一起讨论，一边嘲笑我心怀不轨，自作自受，一边祝福周池颂和许念青梅竹马的爱情地久天长。我沉默地躺在床上看了2天的热搜，一直到第2天傍晚，我突然听见门被打开的声音，直到人走近，我才发现来人是周池颂。他看着我五花大绑的狼狈样子，皱了皱眉，开口：怎么伤成这样？我将手机收起，并不打算回答他。周池颂伸出手想要触碰，但僵住片刻，悬在半空的手还是收了回去，似是有些抖。我联系上了一位骨科专家，过2天他和他的团队就回国了，到时候我带你去看看，顺便把以前的伤也看看能不能恢复。周池颂很少和我说这么多话，他喋喋不休，事无巨细，也似是若无其事。但一直以来对他事事有回应的我，全程保持着沉默，让他终于表现出不耐。江怡，好，这才是周池颂，永远连名带姓叫我，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周池颂。他的手抓住我的，温度出乎意料，还比我低上几分，似是不抓住，下一秒我就会飞走。他说：对不起，昨晚我手机没信号。没关系，我缓缓挣脱他的桎梏，轻声道：都过去了。软软将准备好的离婚协议递给他。周池颂的目光在看到封面那几个大字后就怔住了，面露难以置信的翻看，发现我已经在协议上签了字。我们也没有什么共同财产，你放心，属于你的我一样都不要，只是现在住的那栋房子，我希望你能划给我，相应的，我会按照当下的房价把钱给你。我说得很慢，也很清楚，但周池颂紧拽着协议的手愈发用力。过了会，周池颂终于松手，将协议放在一旁的桌子上，似是十分隐忍。为什么突然想离婚？此话一出，我不禁苦笑。周池颂，难道你当初是突然想和我结婚的吗？他不喜欢我，为什么选择我？因为我是孤儿，没有这么多不必要的麻烦。因为我温吞寡言，却连喜欢他这点小心思都藏不住，为了他连命都可以不要。因为他权衡利弊，发现我是最合适的人。我虽然毫不犹豫奔向他，也曾幻想过一见钟情的爱能开花结果，但我得到的是什么？周池颂沉默良久，终于放缓了声音，但语气还是带着烦躁。江怡，首先你要知道，周家人不会轻易选择离婚。如果你是因为你受伤我没能及时赶回你身边，那我向你道歉。江怡，那晚是公司新投资的剧组开机，投资方都到齐了，山里没信号，并不是我为了陪许念。不是。我打断他，继续说，周池颂，答应和你结婚，确实是因为我曾经很喜欢你，但都是过去的事了，我现在不愿意将生命托付到你这种人手上。周池颂不可置信地后退了几步，撞倒了一旁的花篮。他脸色很难看，语气却依旧不容置喙。江怡，过2天我带你看病。撂下这句话，他就走了。
我一个人躺在床上，突然觉得十分疲惫，闭上眼，开始回忆起我们的过去。我和周持颂相识于大学，他大我一届，是学生会主席。凭借出色的外貌和突出的能力，以及谦逊有礼的性子，周持颂很受欢迎。我不过是众多对他一见钟情的女孩子中最平平无奇的一个。和他成功说上话，是在一次社团联谊上。他不经意间看到从我包里掉出来的专辑，惊喜地问：你也喜欢这支乐队？因为有相同的小众的兴趣爱好，很多事情都好像顺理成章。周持颂会约我吃饭，和我分享他辛苦淘来的专辑，还有签名海报。我们仿佛无话不谈，又似是隔着千山万水。我们从不谈及个人情感。大4的时候，在导师的引荐下，我进了一个市级舞蹈团。为了让第一场演出达到最好的效果，我几乎每天都会练舞练到深夜，所以我才会碰上那场大火。那天夜里，我结束练习，准备下楼回去时，突然闻到楼道里一股刺鼻的烧焦味。循着味道走过去，发现楼下的琴房里正冒着熊熊烈火，而里头竟躺着个已经昏迷的人。我定睛一看，居然是周持颂。我报警后几乎是毫不犹豫的就冲了进去，但任由我怎么推他喊他，他始终都没有任何回应。男女体型差本就悬殊，我急得要落泪，也拖不动周持颂，所以头顶的吊灯掉下来的瞬间，我只能选择将周持颂护在身下。再度醒来，医生说：江小姐，很遗憾，以后你可能都不再适合跳舞了。我努力了10几年，还未来得及走向更高更好的舞台，一切就已经戛然而止。也是那时候，我才知道周持颂是周氏集团的继承人。周家为了补偿我，把我直接签到了周氏旗下的娱乐公司。他们给我提供资源、团队，让我在最短的时间内以歌手的身份成功出道。但条件是不许和任何人提起我就周持颂的事。周持颂或许是对我过于愧疚，对我的关心可谓是无孔不入。可我并不想这样，我向来不愿被人所怜悯，但我拒绝不了周持颂。直至3年前的圣诞节，我们喜欢的那支乐队终于在北市开了第一场小型音乐会。周持颂拿到了位置最好的2张票，向我发出邀请。鬼使神差般的，我推掉了近2天的所有行程安排。大合唱人声鼎沸时，周持颂凑到我耳边问我：江固，你敢不敢和我直接结婚？台上刚好唱到那句不顾一切奔向你，只因我爱你。我不理解周持颂的用意，但是我敢，我愿意。我喜欢周持颂。有人说一见钟情是天赐的缘分，但这是我一个人的一见钟情，也是我一厢情愿奔赴的豪赌。我和周持颂领证，整个过程仓促到我还没缓过神，工作人员已经将盖好章的结婚证递给我们。我很快知道周持颂的用意，一一领完证后，他直接带我去了一家养老院。他献宝似的将手中的结婚证递给床上的老太太，然后凑到她耳边说：奶奶，我结婚了，这是您孙媳妇江姨。我会意走上前，笑着和她打招呼：奶奶好。老太太混沌的眸子里掀起一点点光亮，伸出枯槁的手，我急忙握住。她嘴里喃喃有词，但已经没人听得清。周家老太太在我和周持颂结婚后的第3天安详离世，葬礼办得极其简单，但周家的人都到位了。周母得知周持颂娶了我，直接皱了眉，怎么会是他呢？1周后，周持颂的小青梅许念从国外回来，他得知周持颂已经结婚，露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颤抖着声音和我们说恭喜。后来我才知道，许念才是周母给周持颂从小物色好的媳妇，只差一步。谁也没想到半路会杀出我这么个程咬金。周母为了宽慰许念，把她认作干女儿。每次周家家宴，许念都会在我面前一次次地和周母上演母女情深的戏码，乐此不疲。许念叫周母谦妈，叫周持颂哥哥，却叫我江姨姐姐。没有人纠正，因为她是周家明目张胆的偏爱，而我不过是个从天而降的意外。也是那一年，集千万宠爱于一身的许念突然说想进娱乐圈。周母担心许念受苦，让周持颂亲力亲为地帮他打点关系，用最好的资源给他铺路。许念出演的第1部电影就搭档了知名导演陆川，还是女1号。他出道即巅峰，一路顺风又顺水。网友们扒出他和周持颂的关系，磕封了2人青梅竹马的感情，都在纷纷等着2人修成正果。2人从未正面回应过网友们的各种揣测，而这个过程中，我连出声询问周持颂的勇气都没有。毕竟这场没有丝毫感情基础的婚姻，从一开始就不是为爱而生。我就这样在清醒中看着自己一步步沉沦，但我想这场婚姻拖了太久，束缚了周持颂，也裹挟了自己，不必再这样了。软软知道我在医院待不住，等我情况稳定后，就带我办了出院手续。我每天都让软软给周持颂寄一份离婚协议，但一直石沉大海。旁敲侧击问他秘书好几回，得到的结果也只是周总在忙。等我恢复的差不多时，北市已经是深秋，再往后就是寒冬。北市的冷空气我是扛不住的，
每年冬天寒风吹过，我腰部受过伤的地方就会隐约作痛。软软给我找过很多法子，中西医都看了无数，但无果。严重到疼痛难忍的时候，我只能卧床不起。所以眼下我不能单单着急和周芷颂离婚的事，还要赶着把今年的工作尽早收尾。在我摔伤前，软软给我接了一部公益微电影的拍摄。深居简出的日子太长，没想到10月份了，太阳还是这样毒辣。刚下车我就有些不适地眯了眼。拍摄地点定在海边，但没想到会在这个节骨眼上碰到许念，他手里拿着的是同一部微电影的剧本。剧组临时加人，但没人提前知会我。群人熙熙攘攘地围着他，补妆、喝水、整理造型。目光对视瞬间，我似是看见他眼里的戏谑。我眼皮子跳得厉害，却忘了收回目光。虽说整部电影的时长不过10几分钟，但一群人还是从天亮忙到了天黑，我累得有些提不起精神了，坐在位置上等软软给我买咖啡回来。租赁的化妆间不过是临时搭建的棚子，虽说有隔间，但隔音效果极差。几个人在隔壁对着许念和周芷颂的传闻议论纷纷，有人还一直追着许念问是不是真的好事将近了。许念笑着，顾左右而言他，不解释也不辩驳，更显意味深长。大家便开始起哄，让许念有好消息第一时间请吃饭。他们的讨论一字不落地传进我耳朵里，甚至像是刻意说给我听。或许时隔今日，许念还在把我当作假想敌，但我内心已经毫无波澜，甚至有些觉得可笑。我没等到软软回来，反倒是等到了不速之客周芷颂。他刚走到帐篷前，就听见有人挪鱼。周总这是来接许念下班。哎呦，热恋中的小年轻就是不一样。是呀，什么时候吃得上你们的喜糖给个准信儿？场哟，婚戒都戴上了，难不成？外头熙熙攘攘挤满了人，许念也在众人的千呼万唤中娇羞地出去，站在周芷颂跟前。周芷颂皱眉，终于在一片嘈杂中开了口：江姨呢？许念的脸色白了白，有些人脸上的笑也开始挂不住。不知是谁往我在的那间屋子指了指。周芷颂不知道是从哪儿赶过来的，一脸的疲态，身上的衬衫都有些皱巴巴的，他鲜少这样不注意体面。我接你回家。周芷颂站在我面前，简明扼要，开门见山。他面对着的只有我，所以这句话不会是对他人说的。众人目瞪口呆，许念脸色更白了，好像下一秒就要哭出来。我自己回去。我不知道周芷颂发什么疯，突然这样大张旗鼓，像是在宣示某种主权，让我烦躁。你的车轮胎漏气了，是你经纪人叫我来的。似是为了证明周芷颂没有说谎，我手机下一秒就弹出软软的语音：姐，车坏了，我叫了拖车。我看着他无名指上的戒指，忍不住笑了。那是我们结婚第1年，周芷颂突然带回家一对对戒，说是为了出席家宴的时候戴，平日里我们都很少会戴。我还是上了周芷颂的车。沉默本就是我们绝大多数时候的相处模式，所以我并不会感到任何。只是，你到底什么时候愿意签字？红绿灯。周芷颂刹车，转头看我，江姨，我以为这段时间你能考虑明白，该好好考虑的人是你。我看着自己光溜溜的手指，继续道：周芷颂，你是不是觉得你对我很好？我离婚是我不识好歹。他紧抿着唇，红着眼固执地看着我，好似这样我就会妥协。无奈我只能道：如果你觉得不甘心，那你陪我回宣城一趟。真正出发时，北市第一股冷空气已经来了。我虽然穿得很厚实，但是周芷颂还是不放心，问我腰还痛不痛。我没回答，只是拉开后排车门坐了上去。2年前的冬天，第一股寒流突如其来。那天我实在痛得直不起身，脸色煞白地瘫坐在沙发边上，妄想着能靠自己缓过点劲时，周芷颂突然回来了。那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看见周芷颂脸上露出焦急的神色。他小心翼翼地带着我到医院，在护士给我上药的时候，周芷颂看到了我背上的蝴蝶纹身衣，我为了遮掉当年被吊灯砸伤留下的疤纹的，仅一个拳头大小，蓝色的蝴蝶线条流畅简约，仿佛下一秒就能呼之欲出。他瞳孔里好像带有几分震惊，又有几分余悸。痛不痛？他眼眶有几分红，声音也带着抖。我一时间不知道周芷颂问的是哪个，但我摇头。也是那一次让我出现了幻觉，以为周芷颂对我真的有几分真心。现在想来不过空谈，迟来的感情如草芥，我的热情早就在一次次被冷落中消失殆尽。宣城虽说气温也不错，但常年多雨，街头巷子里时时湿漉漉的，加上交通不发达，旅游业发展一般，整座城有种与世隔绝的清冷。福利院已经老旧，虽不断翻新，但还是看得出年代久远。李妈妈看到我愣了愣，好一会才试探地问我：你是江江吗？她不再年轻，鬓角已经花白，脸上也布满了岁月留下的痕迹，但眉目温柔依旧。我笑着点点头，李妈妈，我是江江。这周芷颂帮我把后备箱里给孩子们准备的文具一箱箱搬出来，李妈妈悄悄问：是谁？我不禁莞尔，朋友。
这个温柔慈爱的女人，为了福利院里的孩子，贡献了自己大半生，一直没有结婚，也没有自己的孩子，却总担心福利院里的孩子出了社会受苦。她问了我许多问题，但其实只是在打听我过得还好不好。好在她不会上网，也不用智能手机，不会知道我在外头几次三番的水深火热。我们将成为舞蹈家了吗？没有，但是一切都很好，住上了大房子，也有漂亮的汽车，能够赚很多花不完的钱。李妈妈似是松了口气，喃喃道：“那就好，那就好。”这些年，我虽陆陆续续给福利院捐了不少物资，但一直没敢回来。今年不知怎地，我想回来看。我和周芷颂陪着李妈妈忙里忙外转了一整天，直到夜里才终于歇口气。我也开口第一次跟她讲起我的过去。这些年，我一直反复梦见2个人，其中一个就是李妈妈。6岁那年，父亲车祸死后不久，母亲改嫁一个人跑了。和我相依为命的阿妈也因为实在过于年老，撒手人寰。但因为不符合条件，没有福利院愿意收留我。我在街头的垃圾桶捡了大半个月的垃圾，最后大雨来袭，我躲在公交车站下，以为自己会死在当晚的时候，被眼前的女人抱回了福利院。她给我洗澡洗头，给我换上干净的衣服，温柔地对我说：“乖宝不怕，以后有李妈妈呢。”因为我不爱说话，甚至抗拒与人交流，加上背景不明，没有家庭愿意收养我。我一直在福利院待到10岁，早就错过了最佳的被收养年纪。但是李妈妈不在乎，她说多一个小孩也不过是多双筷子，更何况我们将这么听话。周芷颂，你知道吗？这个光鲜亮丽的世界背后有太多的不灿烂了。你从小衣食无忧，过得潇洒肆意，你从来不会有得不到的，只会得到的一个比一个好。所以你不能理解，我光是走到遇见你的那一步，就花费了多少气力，更别说后来不顾一切，全心全意的爱你。我不允许出错的人生，已经因为你错了太多次了，也应该让我为自己重新想一下未来的路。周芷颂，你能让我为自己选周芷颂难得的沉默了。我将自己那枚戒指递给他，择一次吗？月光下，他的眼眶好像有几分红，连眼角都有些湿润。不知道我们对视了多久，周芷颂终于颤抖着接过了那枚戒指。他低着头，不愿再看我，声音有几分哽咽。江乙，对不起。没有针尖对麦芒，也没有吵得面红耳赤，这样平静的夜里，我们终于达成和解。周芷颂还有偌大的公司要管，一天无数个电话都是为了催他回去。终于在第3天，我对他下了逐客令，还想赖在这儿不走。我答应周芷颂会在宣城养到春天，天气暖和了再回去办手续。所以周芷颂走后，我继续留在了宣城。我大部分时间都泡在福利院帮忙，渐渐的，竟真的因为劳动后的疲惫能睡个好觉。直至来年春，我的新歌铃上架，有人再次向狗仔爆料了我的往事。我曾是知名舞蹈家青灵的关门弟子。江乙疯了吗？青灵的热度都要蹭，想让他死不瞑目。江乙为了攀高枝对得起青灵吗？还好意思提起人家？青灵当年不会就是他气死的吧？屋漏偏逢连夜雨，早上还在宽慰我没事，他会处理好一切的周芷颂出车祸的新闻登顶了财经新闻头条。我买了最快回北市的机票，好几次路滑都险些摔倒，可内心的慌乱已经不来不及让我多想。自打我出道起，不是不知道有人在我背后搞小动作，但小打小闹无关痛痒，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就过去了。只是这次清零，这些年我一直反复梦见2个人，一个是为了照顾我不眠不休的李妈妈，另一个就是毫无保留的将毕生所学都交给我，心血却付诸东流的清零。10岁那年，有个剧组来院里取景，清零一眼相中了角落里偷着学舞蹈动作的我。乖宝，愿不愿意和我去学跳舞呢？我入门太晚，吃了很多苦，但是我很珍惜这个机会，因为能得到知名舞蹈家清零的手把手教学，是很多人打着灯笼都寻不到的机会。清零完全是把我当做他的接班人培养，这也是为何我舍身救周芷颂，往事被人提起会引发网友这么大的怒气。怒其不争，哀其不幸，恨其不为。还记得远在异国养病的清零，得知我受伤不能再跳舞的消息时，他沉默了好久，最后声音几近哽咽：乖宝，你知道的，我没有精力再培养一个小孩了。我出道的第2年，清零病逝，年仅41岁，他的粉丝自发组织为他送行，阵仗浩浩汤汤。我把他写进歌里，是履行我曾经对他许下的诺言。只是这个承诺实现得太晚，逝者已逝，生者不能多为他做些什么，反倒是把他扯进这场囫囵，不该这样。周芷颂的手术还没结束，周母和许念在外头等着，许念还在低声抽泣着，看着我见犹怜。周母看见我，扬手就要打下来，我极力扣住，反手直接打了一旁的许念一巴掌，清脆响亮的声音在空旷的走廊上显得尤为突圆。许念的脸上立刻落下红痕，还有指甲刮过的血痕。许念也一改往日小白兔的乖顺模样，低吼道：江乙，你是不是疯了？许小姐，是我一直以来对你太纵容了，
才让你有勇气把手伸这么长的吗？我拽着许念的头发，强迫他仰起头。周母在一旁愣了片刻，随即站对许念呵斥我：江乙，你赶紧给我放手！我冷呵一声，凑到许念耳边道：你这些年在我背后搞的小伎俩我都知道，但你应该调查清楚再搞我，清零是我的底线。你在胡说八道什么？你说如果周家知道你在国外的那些破事，阿姨还会这么上赶着让你做她的儿媳妇吗？许念的目光闪过一瞬间的慌乱，但很快恢复如常。你在乱说什么？要我提醒你？我一字一句：酒吧、脱衣舞、妇人秀。许念的脸瞬间煞白，指尖止不住地颤抖着，他难以置信地看着我，恶狠狠道：江乙，你调查我！我蓦地松开他，他不设防，直接瘫坐在了地板上。我转身好整以暇地看着眼前得体高贵的妇人，只觉嘲讽，淡声道：阿姨，别什么锅都往我头上扣，周迟送出这种事，是我也不想看到的。那年，哪怕周迟送不由分说娶了我这么个门不当户不对的女人，周家人也已经都默认了我是周迟送的妻子。但是周母并不。那年，他就用最温柔的语气先入为主，告诉我：你和迟送还没办婚礼，不必叫我妈妈。这些年，我和周母的关系虽算不上夹枪带棍，但屈指可数的几次不可避免的往来，大家都可以看出，即使我颔首低眉，来之即受，他也并不满意我。好在我并不再需要费尽心思讨好他，我不在乎了。不知道是谁不顾死活地偷拍了我打许念的视频，并且传到了网上。周氏虽然一直在努力撤热搜，但这次的信息量太大，每一句话单拎出来都值得细细品味。这一次，我终于决定在公众面前第一次讲述自己的过去。我从无依无靠被李妈妈收留，到10岁开始遇见清灵，一直讲到自己大学时期一见钟情的少年。他清风霁月，意气风发，是我一见到就会觉得世间美好的存在，也是我很长一段时间更加努力的动力。那时候我并不知道他是谁家培养的继承人，所以危险降临时，我保护他只是因为我想要保护自己喜欢的人。出于愧疚，他对我的关心无孔不入，但我还是可耻地贪恋了那段时光。为了让他奶奶安心，我们经历了一段荒唐而又仓促的婚姻。我曾经也幻想，以为一厢情愿的爱也能开花结果，但后来发现并不会。他从未爱过我，我们各取所需，我们同床异梦。好在我们马上就要结束了。我喜欢他，而他从未喜欢过我，一厢情愿奔赴的豪赌，自然以我的认输收尾。我虽然没有明说是谁，但大家都猜到了。这个春天，我终于有勇气将所有的事情公之于众，让自己有机会喘口气。我不再关心网上如何议论，在文章的结尾，我说，我想，我既然去看了李妈妈，也该去看看清灵，我要亲自去告诉她，我给她的承诺，我没有忘，我做到了。周迟送来时，我正在院子里陪佣人修剪花草，他车祸挺严重，我一直等到了夏天的尾巴，他才终于成功出院。太久没见，不知是不是病了一场的缘故，他好像有些清瘦。要先吃饭吗？我约周迟送今天离婚，时间还早，吃个早饭并不冲突。江乙，宋妈今天煮了小米粥，喝点吧。周迟送点点头，眼睛有点红。我坐在饭桌边，静静地给周迟送剥蛋壳，这样平淡而又温馨的画面，却是我期待了很多年却未曾得到过的。周迟送有偌大的周氏要打理，我也有赶不完的通告，年到头也不见得有几次能坐在一起吃饭的机会，更别说给对方剥鸡蛋。江乙，办完手续，你愿意陪我回大学看看吗？周迟送眼眶好像更红了，语气好像带了些哀求。我脸眸点点头，好。还没开学，校园里冷冷清清，以前被大火烧过的那间屋子已经被重新修缮，看不出任何烧过的痕迹。周迟送突然停下，指了指斜对面楼上的舞蹈室，笑了笑，说，其实第一次见到你，我就站在这个位置，你好像是跳累了，出来透气，就在那安安静静地站着，整个人好像镀了层光。场也许是我盯着看太久，朋友顺着我的目光看过去，开始向我介绍你。我为了我们的第一次相遇，排练了无数次。火灾那天，其实是我想去找你向你表白，没想到遇到琴房失火，我太自不量力了，才会连累你。江乙，这些年我时常失眠，有时是因为愧疚，更多时候是害怕失去你。我娶你，不单单是为了让奶奶安心，我只是很想把你留在我身边。可是我不知道要怎么面对你，又害怕一不小心就失去你。江乙，我收回目光，转身看向周迟送，很难想象我此刻竟心静如水。我出声打断了他，道，周迟送，都过去了。是错过吗？不是的，这些年我们有很多重新整理这段感情的机会，但是周迟送我们都浪费掉了。我不想再纠结过去，也不愿深究周迟送对我到底有几分真心，而对许念又是何等感情。我对他的执念早就在他默许许念一次次地挑衅我中慢慢的消失了。我已经筋疲力尽，不愿再多想了。周迟送哭了，年近30的男人在我面前极力的隐忍克制，却还是捂着眼睛哭成泪人。
我轻轻地抱住周迟颂，拍了拍他的背，低声道：“再见了，周迟颂。”我们在校门口分道扬镳，各奔东西。我忍不住回头，阳光正好，我仿佛在树荫下看到了20岁的少年。他和我听着乐队的新歌，好像期间他小声说了句什么。我摘掉耳机问他什么，他摇摇头。我喜欢你。可惜我和周迟颂明明在同一时间相互喜欢，也落个无疾而终的下场。周迟颂视角，颂哥，你在看谁呢？旁的兄弟搭上我的肩膀，顺着我的目光看上去，看到独自靠在栏杆上休息的江乙。哟，艺术学院的江乙可是个有名的冷美人啊，听说没几个人和他说得上话的，你该不会真看上人家了吧？我笑笑，没有否认。关于江乙的兴趣爱好，我多方打听也没得到多少，校园论坛上也只有他参赛跳舞的照片，大家都在说她的美丽，又在议论她的孤傲。听说自从有一次江乙冷着脸将一个富二代少爷送的玫瑰花直接丢进垃圾桶后，再也没有人敢轻易和他告白。我其实不喜欢那支乐队，在社团组织联谊前，我贿赂舞蹈社团的社长，他再三跟我确认江乙会来，我才松了口气。联谊开始前，我恶补了关于那个乐队的所有信息，还排练了无数次和他打招呼的方式，生怕一个不小心就落个开始即结束的下场。江乙没有外人说的那么冷，他灵动有趣，谈及乐队和舞蹈会有很多话，但我没想到他会因为我葬送了自己最热爱的舞蹈事业。我每天都很害怕江乙会悄无声息地离开，所以我迫不及待地让公司签下他，但还是不够。那支乐队原本不会有开演唱会的可能，从联系、选场地、筹划、宣传，我花了大半年时间。人声鼎沸时，我向江乙求婚，我紧张到尾音颤抖。那一刻，我的私心无地遁形，我想用婚姻让江乙永远留在我身边。江乙错愕片刻，回过神，说：“好啊。”送他的婚戒是我挑了许久的，但我没告诉他。江乙或许不知道，我每天都会带着婚戒。但是和江乙结婚时，我刚接手了周氏不久，高层对我的能力存在质疑，自然也就对我百般刁难。我的睡眠时间压缩到每天不足5小时，但每每想起，只要我努力一些，江乙就能轻松一些，我就有不断的动力。怎么会是他呢？母亲知道我娶了江乙，眉头皱到了一起，语气是藏不住的不满。但我说：“妈，我喜欢江乙，她就是我跟你说过的，大学里很喜欢的那个女孩。你让我怎么跟许伯伯交代？”许伯伯，许念的父亲。许家和我家是世交，关系很好，来往一直十分密切。许伯伯前些年为了救母亲摔断了腿，从此只能坐在轮椅上。我家向许家许诺，以后许家要是遇到任何困难，我们一定鼎力相助。母亲在私下总是半开玩笑地对许念说：“以后你嫁给迟颂，好不好？”我听到总会制止：“妈，小念会遇到自己喜欢的人。”后来许伯伯病逝，临终时，母亲一再向他保证会善待许念。我只把许念当妹妹看待。我跪在奶奶的灵位前，轻声道：“妈，奶奶也已经接受这个孙媳妇，你该祝福我们。”我迫不及待地和江乙结婚，除了想留住江乙，还有我想得到奶奶的认可。只要奶奶认可，家里人再怎么不满也只是其次。江乙的第一场演唱会，我其实买了票，但是还是因为赶不上飞机，错过了。我到时演唱会已经结束，大批粉丝从里面陆陆续续走出来，通过他们只言片语的描述，我就能想到这场演唱会很成功。我很高兴。我收集有江乙每一场演唱会的门票，他参演的每一个节目视频，我专门建了个文件夹保存，但我从未去过现场。我害怕蒙月，就连过马路好不容易鼓起勇气牵他的手，都能够把他吓一跳。许念总有法子缠着我，搬家、换车、吃饭。我每刚闲下来，他的消息就来了，我大部分都拒绝了，但是下一次他就会委屈巴巴的直接冲到我的办公室，问我是不是很厌烦他。小念，你到了年纪，也该交男朋友了。可是我只喜欢你呀。我把手上的婚戒摆正，摇头，你那不是喜欢。许念哭了，问我那什么是喜欢。我几乎是直接想到了江乙。我会心一笑，答：是你迫不及待想和他有个家的时候。虽然我极力减少和许念之间的来往，但狗仔向来喜欢捕风抓影。第一次和许念闹出绯闻，我甚至有些期待江乙的反应。我像是情窦初开的小年轻，期待着对象会吃醋会闹，但是什么都没有。自从受伤后，江乙仿佛又回到了孤僻、冷淡、漠然的状态。我从不知道江乙想要什么。我送他话筒，他说谢谢。我跟他说那支乐队解散了，他说没关系，我的青春也结束了。我想要接他下班，他说影响不好，不必折腾。他好像处处为我考虑，却又处处拒我于千里之外。我宁愿他答应和我结婚，是为了想从我这里获得一些东西，但是江乙始终对我无欲无求。他像是我不该触碰的珍品。我们的关系像是一处击碎的梦。江乙重新约见我，
我还以为他是在给我机会，但是没有。我推到了所有的工作，直接赶回家。他和宋妈正聊着什么，笑意淡淡。这样岁月静好的画面，是我期盼过无数次的。但我知道，有且仅有这一次了。我们相爱却不相知，我太过迟钝，只能将它归还人海。全文完。